香港火灾，市民联署追责港府抓人。X 平台新功能显示 IP， 中共大外宣现形。5年定存集体退场，中国储户如何理财？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见闻。台湾总统赖清德11月26号罕见对外示警，指出中共正在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加速对台军事整备。台湾陆委会最新公布的大陆情势季报也披露，中共正在东部沿海大规模推进军事与军民两用基础建设，包括海空军基地扩张与新设施部署。相关布局被解读为在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前置准备，同时强化针对台湾的军事威慑。陆委会根据卫星图像研判，中共自北向南至少在5处地点做出明显军事化建设动作。第一处据点为上海浦东海军基地，该基地近年来新建地下储油罐、铁路支线及2栖基地。今年5月，还停靠超过10艘2栖舰艇，其中包括1艘075型2栖攻击舰，整体舰艇可一次性运送约5000名士兵。第二处为浙江乐清湾海军设施，当地正在兴建大型码头泊位，可供大量舰艇运作。第三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该机场今年增建水上跑道，提供更多空域运作空间，可作为军事备用前沿加油站或物资中转站，强化战时航空支援能力。第四处为距离金门仅3.7公里的厦门大嶝岛翔安国际机场。该区填海面积扩大近1倍，并借由铁路、公路网络形成运输枢纽，战时可迅速作为军事用途。第5处则是漳浦直升机基地，该基地新增直升机停机坪与维修机库，被视为中共企图夺取澎湖群岛的重要前进基地，为登陆台湾主岛做铺垫。中国大陆2026年度公务员考试，也就是所谓的国考，11月30号登场。根据中共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这次计划招录38119人，但报考人数创新高，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其中最热门的职位为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1级警长及以下一职。截至报名结束前1小时，审查通过人数为6470人，另有1121人待审查。该岗位招考1人，报录比已达6470:1。中国近年就业形势严峻，公务员报考人数节节上升，因为对中国年轻人而言，考上就是铁饭碗，因此趋之若鹜。香港鸿福苑大火伤亡惨重，烧出体制黑幕和港人的批评声浪，有人发起联署追责，签名人数过万。港府则照搬中共维稳手段抓捕发起人，封杀网络。北京更发声明，宣称要严惩以灾乱港。香港大埔鸿福苑11月26号发生的5级致命火灾，已造成至少146人死亡，83人受伤。大火背后，施工方违规操作，使用大陆伪劣材料，港府监管失职、官商勾结等问题一一浮出水面。这个就是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一整套的腐败制度已经深入渗透到香港了，统治权力跟商业利益就形成了勾连的关系。港府跟中共当局完全是统治权力一体化了，根本就是没有外界的任何制衡了。这场大火烧毁的不仅仅是几栋大楼，其实它烧穿了香港迅速衰败的一个真相。11月28号，香港民间自发成立大埔鸿福苑火灾关注组，并在网上发起联署行动，提出4大诉求：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潜在利益输送；二、重新检讨工程监管制度，拒绝找人即其了事；三、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四、持续支援受灾居民，确保妥善安置。鸿福苑大火本应该呢是一个公共安全事件，而且它有极大的因素是人祸造成的。那么首先就应该是政府反省。那现在居民提出的4项诉求，都是任何的一个正常社会都必须要回应的基本的要求。
据香港独立媒体29号报道，截至当天傍晚7点，联署网页已有超过1万人签署。不过，联署活动已经结束，最后签署时间为下午4点左右。29号当天，中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布杀气腾腾的维稳声明，声称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已在乱港行径。很明显，港人的怨气和不满让北京非常担忧，惧怕再度出现类似反送中那样的大规模抗议。此前一天，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扬言要打击所谓趁火造谣者。中共军方也要求驻港部队所谓守护好香港等，被指是在表态随时准备出兵镇压、恐吓港人。据报道，发起联署的大埔鸿福苑火灾关注组成员大学生 Miles 已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抓捕，其住处被搜查。关注组的社交媒体专页也已消失。现在香港的行政管理、社会管控已经是跟中国大陆完全一致了。你敢于说提出意见或者是建议，都会被他给标注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这个叫做什么反中乱港，其实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性质的东西了。火灾发生时，鸿福苑正在进行耗资高达3.3亿港元的维修工程。从当时视频看，大厦竹棚上的棚网在很短时间内被烧毁，社会普遍质疑这是一场人祸。承包商违规施工，使用伪劣的大陆棚网等材料，或牵扯官商勾结的腐败黑幕。有人特意针对不顾居民强烈反对，强推鸿福苑维修工程的大埔南区议会议员民建桥的黄碧娇，在网上发起投诉，要求大埔区议会立刻对他在维修工程中的角色是否涉及利益冲突展开调查。这个其实就是呈现香港目前，因为它失去民主自由的选举制度，失去一个民主制衡的监督的力量，而使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内部政治运作呈现出来的弊端，逐渐的显露出来。在未来一定会引起香港老百姓对于整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一个高度的一个不满情绪的爆发了。目前鸿福苑大火过后，仍有150人失联，官方估计需要3至4周才能确认最终的死伤人数。为增强平台透明度，协助用户判断账号的真实性，美国社交平台 X 近日推出显示账户的 IP 属地的新功能。部分中共官员与大外宣账号被发现需要透过 VPN 翻墙登入，还有大量自称来自海外的账号，其实际 IP 也指向中国境内。马斯克旗下的 X 平台日前推出新功能，用户只要进入关于此账号页面，就能查看目标账号的创建和使用资讯，包括加入日期、所在地、用户名更改记录以及应用程式的下载方式等。X 产品主管比尔称，这项新功能有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透明度，识别真实用户和水军账号，也可能成为未来推动更多透明政策的基础。新功能上线后，大批网友开始检视中共大外宣账号，比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账号所在地显示为美国，但连接途径来自中国的 Android App， 并标示 VPN 盾牌，意味着需翻墙登录。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账号则显示人在法国，使用法国 App Store。X 平台在中国境内被全面封锁，普通民众并无法正常登入。澳洲资深媒体人、政治学博士林松表示，这是中共的双标操作，自己严控国人的网络账户活动，却利用西方社群平台疯狂外宣。有一个漏洞给中共可以利用西方国家自由在互联网上进行政治宣传啊、渗透啊。对西方国家来说呢，应该及早去看看有什么做法可以阻止中共的这些行为。X 平台的做法呢，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这个做法呢，能够推广到其他的网上平台。除了官方账号，网友也发现大量为中共立场辩护的所谓海外华人、日本网友账号，其 IP 位置其实多来自中国或香港。近期，中共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发起舆论攻势后， X 上涌现大量自称日本用户的账号，发布支持冲绳独立等反日贴文。
但点开账号资讯后 ，IP 多位于中国境内。还有台湾网友发现 ，IP 功能上线后，这类账号与贴文数量急速减少，疑似中共网军撤离。台湾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博士表示，本地化伪装一直是中共外宣的重要策略。比如说一个账号，他可能会自称他是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爱国者，或者是来自于台湾台北的愤怒民众等等。但是现在我们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些账号它的 IP 位置都来自于可能是中国北京或江苏等等，它的这种过去的人设跟它后来被暴露的真实讯息的不一致，会瞬间的摧毁这些账号言论的可信度。有内行网友表示，如果账户所在地是中国，而且没有 VPN 盾牌标识，大多可能是具有官方授权单位，甚至是囚犯执行网评任务换取减刑。能够用网络直连的方式登录的外国的社交平台，而不需要 VPN 的话，这种只有少数获得政府授权的单位或人员才有办法，那很有可能这些账号就是它背后是由中共官方机构的一些，比如说监狱服刑人员，他在做他的减刑工作，所以他必须要上网去当水军，去po一些对中国政府政策辩护的一些言论的碎帖。谢佩学也提醒，目前仍需防范这项功能被中共利用来打压意见人士。国安单位就可以利用这种公开的 IP 数据跟他们掌握到的 VPN 的节点去做比对，他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去锁定中国国内的那个意见人士，牺牲的匿名性有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是说，让真正需要去受保护隐匿的那种意见人士，他透过 VPN 翻墙出来，可能会造成他不敢去过于积极的发声。X 平台目前也为言论受限地区的用户新增仅显示您所在地区的隐私选项，但启用后会在个人页面标明，以维持透明与安全的平衡。5年定存集体退场，中国储户如何理财？目前，在中国，从国有大行到中小银行，5年定期存款正在退场，3年期定存也在消失。专家指出，这背后是银行对中国经济前景、利率下行压力与现金流紧张的共同判断。这一转变将深刻影响家庭理财与金融市场格局。中国多家银行近期集体告别长期存款和高息大额存单，包括6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多家机构已陆续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部分银行甚至连3年期产品也都退场。目前，多数银行在售的大额存单仅剩1年期，其中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及地方银行都已取消5年期大额存单。同时，中关村银行、安徽西安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江苏苏商银行等中小银行也率先撤下5年期定存产品。此外，中关村银行、亿联银行等也下架了3年期定存。亿联银行的小程序页面显示，连2年期的定存产品也已售罄。目前，个别银行仅剩1年期大额存单，但设有限制条件，仅允许新资金存入和特定客户购买。我相信是因为这些大银行都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不好，经济会继续衰退，这样政府呢肯定会继续放松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如果利率继续降低，银行原来发行的一些高息的长期债券就不合算了，所以他现在尽量把它们下架。专家认为，银行担心未来利率持续下行，长期存款变成亏本生意，而背负高息负债，因此缩短期限以维持现金流灵活度。从银行的盈利来讲，还有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央行会降息，利息会越来越低，因为央行可能想刺激经济，降息的话呢，这些高额的债券就不能再发行，不合算。尽管部分国有大行、部分股份制银行仍保留5年期定存产品，但利率明显偏低。6大国有银行的5年定存利率仅 1.3%， 股份制银行在 1.55% 到 1.85% 之间。而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更是跌入一字头，例如工商银行的大额存单3年期仅 1.55%， 1年期和2年期则为 1.2%。 值得注意的是，除下调存款利率外，近期银行也纷纷处置不良资产，包括直销断供房、抵押房，以尽快回笼现金流，减缓负债压力。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指出，这种情况反映出银行在经济压力下对于成本、流动性和利率预期方面的结构性调整。这是银行业对于未来利率、资本成本以及流动性环境的一个结构性改变，也是宏观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对银行来说，为了稳健经营、控制成本、保持流动性和灵活性；但对于普通储户和家庭来说，这是传统的储蓄观念的改变。专家认为，长期存款产品消失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储户和家庭理财，主要体现在3方面。第一，储蓄收益大幅的缩水，理财环境会改变；第二，流动性与风险偏好被迫上升；第三，家庭财富增值保值的渠道进一步缩小，理财多元化的压力会增加。在更宏观层面，也会影响信贷投放、居民消费及市场信心。第一，信贷投放与贷款利率可能更加灵活，但是更加谨慎。第二，居民消费与财富信心可能进一步下滑受压，对未来更加没有信心。第三，对于国内资产配置与资本市场影响，未来债券、基金、股票市场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的替代角色。随着长期定存消失，传统把钱存在银行保值的模式正在被迫改变，逼迫大家进行投资跟理财，资产重新配置，不再靠着存款、定期利息，要求他们面向多元化资产跟风险的承担。对整体经济来说，可能是从储户低风险的居民储蓄，变相逼迫他们走向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依赖，靠着信贷跟投资增长的模式去进军。黄大卫提醒，中国普通家庭未来将面对新的金融挑战，因为很多人不懂金融，未来可能会承受非常大的金融风险，也让金融骗局横生。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黑龙江维权人士肖淑君在网上为进京上访被抓的妻子求救。今年2月被抓之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6个月。代理律师因他患有严重心脏病、癫痫病、身体瘫痪等，多次为他申请取保，但都遭到拒绝。11月27号，他被押送到黑龙江省双鸭山监狱服刑。这是一所关押重刑犯的监狱，收押条件与肖淑君的身体状况严重不符。北京维权人士钱大龙11月27号被警方传唤后与外界失联，至今未归。钱大龙因接种新冠疫苗治病致残，维权5年无果，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此前曾2次刑拘取保，外界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呼吁中共立即放人。天津维权人士翟艳平因房屋被强拆，前往北京上访登记，返回户籍地后，分别在11月5号、11月25号2次被天津长洲道派出所传唤，罪名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日前又被以同样罪名处以行政拘留15天。湖南雄心建设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月湖苑建筑项目拖欠工人工资，11月28号，工人们聚集到项目部门口堵门讨薪。中共最高检明确婚前同居可认定为家庭成员的司法新规，引发网民激烈辩论。评论指出，这一新规模糊了婚姻的边界，弱化家庭稳定性。11月25日，最高检以发布典型案例的形式，明确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为刑法中的家庭成员。最高检公布的相关典型案例中，马某某长期对女友苗某进行情感操纵、辱骂和贬损，导致女友精神崩溃自杀。马某某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检方认为，马苗2人虽然没有正式结婚，但是处于较稳定的婚前共同生活状态，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适用虐待罪刑事评价范畴。官方称，这一界定有助于将精神虐待等情形纳入家暴保护范围，但是这个司法新规却因法律适用边界模糊以及量刑矛盾，引发全网争议。网友纷纷质疑，长时间稳定的居住到底指的是多久？同居以后不结婚还算吗？同居分手可以分财产吗？国家的价值之一引导精神文明，一开始让非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就违背了这一点。现在婚前非法同居又这样定义，那婚姻法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很多网友质疑，按照新规，
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将不再按故意伤害追责，而被纳入家庭暴力。可现实中，家暴的量刑反而比较轻。表面上说是保护受害人，实质上从故意伤害变成了调解，目的是将婚姻的定义泛化。婚姻这个运行了几千年的社会机制快走到头了。引发争议后，最高检关闭了这条的微博评论。现在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扩展家暴的保护，实际上呢，它是在模糊一个婚姻的边界，弱化家庭稳定性的一个设计。这个的确是符合中共长期战略。独立中文笔会发言人盛雪分析，中共对社会的治理逻辑一直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孤岛。他现在的这种调整婚前同居、婚姻定义这种模糊化呢，让家庭的边界就更加不清晰了。那么家庭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而是随时可以被国家干预和重新规范的这么一个概念。而且呢，像家庭这种弱化呢，它就意味着像邻里关系啊、社区关系啊、社会组织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连接的这种功能也会随之碎片化。那么人际关系网络被它制度化的控制，将婚前同居可认定为家庭成员，以纳入家暴保护。网友认为并没有解决深层问题，反而谈恋爱都是风险很大了。下一步婚前同居直接代替结婚，列宁党已经彻底摧毁家庭结构。中共的意识形态其实它是无所不在的，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那么它在消解这种私有制，就必然冲击家庭的制度。所以说呢，他现在这样的一种新的司法解释，一个是在淡化婚姻的独立性、排他性，也在模糊这种关系。中共其实在建党之后，他们一直在践行这样的理论，他早期就有共产共妻的这样的观念嘛。婚前同居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中共这么多年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使现在的人缺乏必要的道德约束。婚姻是个很神圣的事情，婚前同居不值得提倡。所以面对这么一个混乱的社会，我们要寻找人生家庭的真正的幸福，只有回归传统才是唯一的出路。盛雪表示，中共的法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政府权力对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渗透，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不信任，家庭也就难以成为任何人的一个避风港。中国民众表示，了解了真实的历史，看到了中共破坏传统文化、敌视普世价值，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北京的徐雨珠说，我长期受到中共意识形态、无神论的洗脑，也曾经崇拜毛魔头，了解了真实的100年历史，看到了中共破坏中华民族的根基，摧残人性，与普世价值为敌，迫害正信的信仰者，逼得老百姓民不聊生。种种逆天叛道的恶行，使我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认清了他的创始人毛泽东是个恶魔，与我的善良本性水火不容。我相信天要灭这个反神、反宇宙、反人类的中共了，特此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等，迎接美好的新纪元的到来。山东济宁的郝运来说，我明白了现在的人为什么道德品质下滑的这么坏，都是拜共产党所教。他不叫国民信神，谁信神就随意残酷打压，破坏神传文化，使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无恶不作。我真的是怨恨这个独裁共产党政府，他教唆上梁不正下梁歪，为了私欲好勇斗狠，使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愿老天快点灭掉他。我愿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退出加入过的少先队，做个信神的善良人。好，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见闻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